好，是这样的，在来荷兰之前，我也是一位来自吉隆坡的城市女孩。来到荷兰之后，我就开始慢慢蜕变成乡村姑娘了。这样的蜕变在一开始时，当然有很多的不适应。我也曾经梦想过自己住在荷兰的繁华市井，像是阿姆斯特丹。但是梦想和现实总是存在一条鸿沟。阿姆斯特丹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，而且那个城市比较拥挤，所以当时没有多想，就赶紧离开了阿姆斯特丹，来到了之前和大家介绍过的比较异人的城镇，叫做阿莫斯福特。这里距离阿姆斯特丹大约50公里，在荷兰的中部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看我住在一个怎样的城镇，这里的小镇生活和你们想象的是一样的吗？我是小韵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现在就走了，我们去看看这个小镇长得什么样。哎呀，开不了，有一点紧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区是阿莫斯福特有钱人住的地方。荷兰人在取路名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一般富人区的路名都是以荷兰皇族成员的名字来命名的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，很多都已经是过100岁了。当然，这些房子在这些年都有被翻新和保养过。很多老房子都保留了他们原来的外貌，但是房子内部的装修都是趋向时尚的哦。这些房子都在地理位置比较高的地方，它们都有很宽大的前后花园，通常都有自己的车库，也有人会把车库改建成一个房间，像是 hobby room 等等。前后花园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地方，因为荷兰的天气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像是南法、西班牙、意大利来得好。只要那天是天气好的，我们都会坐在花园烧烤、喝咖啡、种花、除草，做什么都好，就是要吸收到太阳的能量。在这里住久了之后，都会非常珍惜每一次太阳所带来的温暖。这一区的房子会比较抢手，原因有3个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位置好，都是在市中心、火车站、高尔夫球场附近，都是绝佳的位置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出售量非常少。第3个原因就是住在这一区的是身份的象征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另一区，就是平民化的一区，就是我这些平民百姓所住的地方。这里也都是老房子，平均房龄在70到100岁左右。这里的房子没有车库，所有的车子都停在路边。早上上班和上学的时间会比较繁忙。这一区也非常方便，房子附近有小学、公园、教堂，走路15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市中心、戏院、超市、火车站、中学等等。荷兰的小学一般都建在住宅区，像是在这一区，大概每200到500米就有一所小学。这是因为荷兰没有学校校车这回事，所有的学生都是自己去上课，或是父母带他们去上课。这里的小学每一个班级容量都不会超过30人。这座城镇的市中心有很多很漂亮的酒吧，等待你慢慢去发掘。只要是天气好，就会看到很多人坐在这里喝一杯，主要的还是吸收太阳的能量。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餐馆，比较多的就是咖啡馆和酒吧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酒吧就是阿莫斯福特的手工啤酒，有机会你们可以来尝尝看，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是不错的。阿莫斯福特这个城镇非常适合周末开车或是坐火车来这里游玩哦。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艺术气息浓厚的古镇，这个城镇就会很适合你，毕竟它已经700多岁了。在你们眼前的就是圣母玛利亚塔，是荷兰境内第3高的教堂钟楼，它是 Gothic style 的建筑，有98.33米高。从现在开始到夏末，你都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爬上塔顶。从塔座到塔顶一共有346级阶梯，我自己是已经爬过了，塔顶上风景优美。
来阿莫斯福特的朋友，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到塔顶去看看阿莫斯福特的风景。在城中你们还不能错过的就是荷兰仅存的水陆两栖城门，它建于1425年，是阿莫斯福特的一张名片和地标。城门包括了水门和陆门。中世纪时，每个早晨和黄昏开门关门的时候，都需要12个壮士来搅动沉重的轮锁，他们必须步调一致，一旦一个摔倒，就会带动其他人一起摔倒了。这里也是大名鼎鼎艺术家孟德利安的出生地。现在孟德利安的故居已开放参观。阿莫斯福特还有很多精美的博物馆，像是你眼前这间博物馆就是专门展览当代艺术作品的。这里没有奢侈品牌，也没有百货公司，市中心的连锁店就只在这条长街上。但是这里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有传统市场，想吃荷兰传统饼干的一定要到传统市场，无论你是在哪一座城市。虽然这些在荷兰超市也可以买到，但是味道就是没有这些现做的好吃。有机会一定不要在超市里买。想吃荷兰的 waffle 或是 poffertjes， 就一定要在荷兰的传统市场吃才好吃。如果只是想来这里看看，花一天或是一个周末就已经很好玩了。在这里叫一杯咖啡，走走看看。阿莫斯福特的魅力就是会让历史爱好者感到自然又亲切。这里是了解荷兰文明最好的地方之一。在这座小镇住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这里的治安是非常不错的。在这里不会在中午或半夜时分看到有人满口鲜血地站在火车站外，但是这里也没有热闹和繁华，没有绽放的霓虹灯来编织美丽的夜晚，有的只是3点一线平淡的生活。一般到了晚上9点之后，街上的人就寥寥无几了。你们觉得在小镇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们的看法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一开始已经在大城市里生活过的话，来到小镇一开始的生活会无法适应，也会有许多的抱怨。毕竟小镇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城市的便利，没有夜生活，也没有各式各样的餐馆让我们选择，有的就只是平淡无味的生活。我非常幸运的是，我有机会体验在城市和小镇的生活。如果你问我哪一种生活会更好，是在小镇的生活还是城市里的繁华生活，我自己也没有答案，因为好坏参半。我的想法就是，既然没有答案，那就活在当下。当我回到我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享受吉隆坡的繁华、热闹、美食和温暖。再回到这个小镇，我就沉淀在这个小镇里平淡和宁静的生活。我觉得只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，一切都好，所有的事情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困难了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觉得会对他们有帮助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